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困惑？钱呢放在银行里边，利息低的几乎看不见，理财产品收益不高，还总担心踩雷。可新闻里面呢，却天天说美国国债收益有4%到5%，而且几乎零风险。问题是很多国家的普通人根本买不到，就算你人身在欧美，能买到国债，麻烦也不少。因为一旦买了，钱就会被锁死，要么等到到期，要么跑到二级市场上去卖，手续复杂，还不一定有人接手。再看看加密市场，行情不好的时候，很多人会把手里的代币换成 USDT 或 USDC 等稳定币，放在钱包里面去避险。但问题是，这些稳定币的背后确实买了国债，年化利息可以达到4%到5%。可这一大笔的收益全都放进了发行公司的口袋里边，你自己连1分钱也拿不到。如果我告诉你，现在有一种方式能让你直接在钱包里面持有会升息的美元，不仅安全，还能够随时转账，甚至还能在 DeFi 里边继续使用，你会不会想尝试一下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到的 Ondo Finance 和 USDY。 近期呢，我们会介绍一系列的RWA 项目，今天是第一期 RWA 之美债代币化。如果你还不了解什么是 RWA， 欢迎观看我们之前的节目 RWA 现实资产上链。在进入 Ondo 之前呢，我们先来搞清楚美国的国债到底是什么。它是由美国的财政部发行，背后有美国政府信用作为担保，被称为全球最安全的资产。国债分为3类，短期 T-bill 1年以内的，比如说1个月期，利率大约是达到 4.45%， 中期 T-notes 2到10年，利率呢达到 4% 到 4.3%， 长期叫 T-bonds 20年到30年，利率可以达到 4.4% 到 4.9%。 按理说时间越长利率应该越高，可有意思的是，目前市场里面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，收益率倒挂。什么意思呢？1个月的国债利率反而比10年的还要高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原因很简单，美联储加息，把短期利率推高到了 5% 左右，市场呢又预期未来会降息，投资者抢着买长期债，结果把长期利率压低。历史上收益率倒挂通常被视为经济衰退的信号。那么为什么要把债券代币化呢？在传统的金融里边，美国的国债就像定海神针一样，安全、流动性强，还能稳定的支付利息，听起来非常完美，对吧？可现实却是非常尴尬。在一些亚洲的国家，普通人想买国债渠道非常有限，几乎碰不到。在欧美或者是澳新、英国，虽然能买到，但要开券商账户，流程很复杂，起投金额也不低，即使买到了，钱也基本的被锁死了，想临时的用钱只能卖掉，很麻烦，而且还可能打折。所以国债虽然稳，但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要么看得到吃不到，要么吃到了你也不好消化。这个就是债券代币化要解决的痛点。通过 Ondo 的 USDY 可以实现低门槛，500美元就能买，用钱包就能操作。第二是随时流转，24小时7天都能够转账赎回，不受市场时间的限制。第三是可以组合，它不再是死的资产，还能在 DeFi 里面抵押借贷做流动性池，让资金继续增值。你可以这样理解，国债呢在传统的金融里边就像一头笨重的大象，买到就只能等它慢慢的走，而在链上呢，它变成了一个口袋里边的电子宠物，随时可用，还能帮你赚钱。债券代币化的意义就是把原本只属于大机构的税后收入，第一次放进了普通投资者的钱包里边。注意，这里的税是睡觉的税，意思是说你躺着睡觉也能拿到利息。Ondo Finance 呢，成立于2021年，由钱高盛和贝莱德团队创立。它的使命只有一个，把国债代币化，让它在区块链上流动起来。目前 Ondo 有2大明星产品 USDY， 全球首个可以自由转让的收益型的国债代币，年化是 4.29%。 OUSG 面向合格投资者的短期国债加上
货币市场基金，年化大约是 4.11%。那它怎么运作呢？逻辑其实非常简单。第一，把你手里的稳定币，比如说 USDC 投入到 Ondo 里边去。第二， Ondo 把这笔钱交给受监管的托管机构。第三，是托管方用资金去买真实的美国国债。第四，国债产生利息再回流到 Ondo。最后 Ondo 在链上发行 USDY 作为你的电子债券凭证。所以当你持有 USDY 本质上不等于间接拿到了国债的利息，区别在于 USDY 它不是传统的那种只能等到期的国债，它是一张链上的活的凭证，你可以随时转账卖出，也可以拿去 DeFi 里边抵押借贷做流动性池，用完还能赎回，拿回本金和累计的利息。打个比方，传统的国债就像你买了一套房子，只能慢慢的等房租打到你的卡里，房子本身它是动不了的。而 USDY 呢，更像是一张带租金分红的电子凭证，不仅能够领租金，还能够随时的转手抵押贷款。这个就是 Ondo Finance 把国债玩活的地方。不过要注意， USDY 的收益率通常会比直接买国债要低那么一点点，因为 Ondo 背后要承担托管、合规和运营成本，所以会扣掉一部分的利息。换句话说，你是用一点点的收益换取了链上的便利性，随时可以转账，可以交易，还能在 DeFi 里面继续发挥作用。那如果你想亲自体验一下该怎么去操作呢？其实非常简单，你只需要访问 Ondo 的官方网站，点击 Buy USDY， 进入链上的 KYC 流程，验证你是谁，提交你的护照或驾照等身份信息，一般24小时左右就能够通过审核。通过之后呢，你就可以选择要认购的产品 USDY 或者是 OUSG， 最低需要$500起投。购买完成之后，代币会直接发送到你的钱包里边。如果你持有的是 USDY， 代币的价格会每天更新，自动反映当日的收益，无需你额外的其他的操作。还有就是这些 USDY 并不是只能放着，你还可以把它们拿去参与 DeFi 抵押借贷，用 USDY 作为抵押物借出其他的资产，加入流动性池，把 USDY 与其他的代币配对，赚取手续费，会用在一些接受 RWA 抵押的协议里面，继续获得额外的收益。这样一来， USDY 不只是一个带利息的美元，而是一个既能升息又能流通起来的链上的资产。如果之后想退出也非常简单，你可以随时的发起赎回，系统会在 T+2 2个工作日之内完成清算，本金和累计收益会自动的返还到你的钱包里边，或者直接去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DEX 卖出 USDY， 立刻换成稳定币 USDT 或 USDC， 更加灵活。但在 DEX 上卖出可能会有些额外的成本，比如说滑点、交易手续费，或者因为流动性的不足，需要小幅的折扣才能卖出。很多朋友一听到 USDY 会下意识的把它和 USDT、USDC 这些稳定币放在一起，名字确实很像，背后呢也都有美元和美国国债的支撑，但定位完全不同。USDT、USDC 更像是数字现金，它们的核心功能是支付和结算，保证1枚等于1美元，所以他们不会给你利息。但别忘了，这些稳定币背后的储备资产里边确实有大量的美国国债，这些利息去哪里了呢？全进了发行公司的口袋里边，而不是你的。USDY 则完全不同，它的设计初衷就是一个收益型的美元资产，背后托管的是美国国债和高评级的公司债，产生的利息会直接的归持有者所有。做个更直观的比喻， USDT、USDC 它更像是一张电子的支票，能支付但不能够生息。 USDY 呢，像一张带利息的电子债券，既能支付还能够帮你赚钱。美元现金呢，像银行活期的账户，安全但利息几乎没有。所以 USDY 不是另外一种的稳定币，而是稳定币的进化版本。它既保持了像现金一样的流动性的特性，又把原本属于发行方的利息直接分配给到你。USDY 的收益到底怎么样呢？目前
它的年化在 4.29%， 听起来不算高，关键是看它能不能跑赢通胀。美国的 CPI 最近大约是 3%， 意味着 USDY 不仅能够抵消物价上涨，还能留下一部分的正收益。但在澳洲呢，通胀水平要高一点，达到了 4%到 5%。这种环境下 USDY 只能部分对冲生活成本，但至少不会让钱在通胀的面前悄悄地缩水。换句话说， USDY 更像是一个低风险的保值工具，它不会让你一夜的暴富，但能保证你的美元资产不至于白白的被通胀蚕食掉。对比下就会更加直观，如果你只是拿着 USDT、USDC， 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安全，但是没有任何的利息，购买力呢会被通胀慢慢的给吃掉。而持有 USDY 呢，你终于能够做到坐着赚钱，而不是坐着被通胀所收割。当然 USDY 也不是完美无缺的，因为它运行在区块链上，自然会带来一些额外的风险，智能合约的风险、代码漏洞或者是黑客攻击都无法100%的避免。托管风险，国债呢虽然存放在托管银行里边，但管理或者是操作的失误可能影响资金的安全。最后一个是合规的风险，各国对 RWA 的监管还不是很明确，未来可能出现限制或者是调整。所以 USDY 它并不是传统国债的替代品，而是一个新的补充选择。它更适合想在加密钱包里边直接持有美国国债的人，或者是希望资产能够保值升息，同时还能够在 DeFi 里边灵活使用的人。第三是愿意接受一点点的风险，换取更高自由度的投资者。总结一下，债券代币化的意义就是把原本笨重、门槛高的国债变成了钱包里边轻盈灵活的代币。你不仅拿到利息，还能够在 DeFi 里边继续使用，让资金不再死死的躺在那里，而是保持流动。USDY 可能不是收益最高的产品，但它是目前最简单、最直观的方式，让你第一次真正体验到链上的美元也能够升息。留一个问题给到大家，如果你手里边有1万美元的闲钱，你会在中心化的交易所里边把它变成 USDT 或者是 USDC， 眼睁睁的看着它不升息，还是会尝试一下 USDY， 它既安全又能帮你跑赢通胀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们你的选择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支持加密星球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